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最近白银协会发布了一篇重量级的报告，标题是白银的战略优势，导航全球市场的巨变。这篇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白银这个被低估的金属正成为当今投资市场上最具战略价值的资产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白银不仅是通胀的天然对冲工具，更是工业应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金属。白银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对白银的需求飙升至12亿盎司，而供应却下降至10亿盎司，这将造成2亿盎司的巨大缺口。供需失衡如此明显，未来的白银价格可能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更关键的是，白银与股票和债券这些传统资产的相关性极低，这使它成为一种理想的投资组合多元化的工具。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危机频发的背景下，白银正展现出强大的避险属性，稳稳吸引着全球投资者的目光。今天我就以白银协会的权威报告作为基础，带你全面了解白银的投资魅力。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下白银价格的最近走势，或者说白银是怎样在市场波动中展现出韧性的。先从2020年开始说起，当时疫情肆虐，全球经济停摆，各国央行开始疯狂放水，推出了各种刺激计划。这一波操作直接让白银价格从3月份的每盎司12美元飙升至8月份的接近30美元，几乎翻了1倍。不过从2021年到2024年初，白银的价格基本在18到26美元之间波动，这段时间表现得很稳定。但每当市场出现重大风险事件，比如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者2023年西谷银行倒闭，白银就会因为避险需求大涨，这就是图表1里面显示的那种短期爆发式的上涨。然后到了2024年3月，白银价格又迎来了一次大的突破，创下了多年来的新高。这一次原因很特别，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开始降息，加上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更加紧张，白银又一次站在了风口上。再来看图表2，这张图表比较了白银和其他大宗商品的表现。从2020年疫情爆发到现在，白银的涨幅远超其他金属和能源产品，这是因为它既是工业金属，又是避险资产，在经济复苏和不确定性中都能获益。说到投资，我们还要提一下白银 ETF。自从2008年以来，全球白银 ETF 的持仓量不断增加，目前已经超过了10亿盎司。这其中有 20% 是由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为什么这么多机构喜欢购买白银 ETF 呢？因为它简单省事，还能直接跟上白银价格的涨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图表 B1.1 显示，机构投资者对银矿公司的投资近年来处于低点，这也说明了很多人更倾向于通过 ETF 或者直接投资白银，而不是涉足矿业股。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图表3和图表4，这两张图讲的是白银价格与美元指数和实际利率的关系。传统上，白银和美元的关系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美元涨白银跌。但你有没有发现呢？从2022年开始，这个规律似乎变得并不那么明显了。这说明现在市场影响白银价格的因素更加复杂，比如地缘政治风险、避险需求等等。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白银为什么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表现得那么强势呢？到底它的避险属性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跟白银在历史上的表现息息相关。无论是战争、危机还是经济动荡，白银总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它独特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经典的历史事件，看看白银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以及它为什么能够在地缘政治中脱颖而出。首先来看图表5，这个图表展示了从1979年到现在，白银价格如何随着重要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而波动。每次发生大事件，比如战争或者地区冲突，投资者都会涌向像白银这样的避险资产，推高价格。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历史上的几个经典案例，一起看看白银价格如何随着地缘政治事件而波动。首先先看图表 A1， 在1979年11月，伊朗人质危机爆发，紧接着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两件事件引发了市场的避险情绪，白银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不到10美元飙升接近50美元，涨幅高达 395%， 这是白银历史上最剧烈的单次上涨之一。虽然黄金在同期表现也很强劲，但白银的涨幅几乎是黄金的4倍。再看图表 A2， 这是1982年弗兰克群岛战争。当阿根廷和英国因领土争端开战时，白银涨幅小幅上涨了 9%， 而黄金上涨了 16%。虽然幅度不如1979年那次大，但依然反映了市场的避险需求。图表 A3 展示的是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随后的海湾战争。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入侵科威特时，白银价格在短期内上涨了 15%。几个月后，海湾战争进一步推高了价格，总涨幅达 13%。黄金的表现也类似，这再一次说明地缘政治冲突对白银和黄金都有显著的影响。图表 A4 记录了2001年的911事件，这次恐怖袭击对全球经济和市场情绪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白银价格上涨了 11%， 而黄金上涨了 7%。 虽然涨幅不算极端，但仍然体现了避险需求的增加。图表 A5 显示的是2002年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战争消息逐步升温的时候，白银价格上涨了 14%， 而黄金上涨了 21%。 不过一旦战争正式开始，市场逐渐适应后，避险需求有所回落。接着是图表 A6， 2004年的马德里恐怖袭击，这次事件引发了欧洲范围内的安全担忧，白银价格上涨了 17%， 黄金上涨了 7%。 这种短期避险需求再次证明了白银作为避险资产的角色。图表 A7 描述的是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场冲突让白银价格迅速上涨 14%， 黄金也上涨了 13%。 冲突缓解后，价格回归正常水平，这显示了地缘政治事件对白银价格的即时影响力。图表 A8 展示的是2017年朝鲜导弹危机，当时朝鲜频繁试射导弹，引发了国际社会上的高度紧张，白银价格上涨了 17%， 黄金也有 10% 的涨幅。图表 A9 展示了2019年的事件，当时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升级，再加上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白银价格上涨了 25%， 黄金上涨了 12%。 这次事件中，白银的表现尤其亮眼。图表 A10 是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这场冲突再次让白银成为避险资产，价格上涨了 16%， 黄金上涨了 13%。 尽管之后价格有所回落，但整体趋势来说，地缘政治事件对白银需求的推升力依旧非常强劲。最后是图表 A11， 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场中东冲突让白银价格上涨了 18%， 而黄金上涨了 10%。 这种剧烈的市场反应再次巩固了白银在避险资产中的地位。这些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缘政治对白银价格的影响是即时而且是深远的。
除了战争和冲突，全球金融危机对白银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那么，当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时，白银的价格又会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第4章，探索白银在金融危机中的救市角色。如果说地缘政治让白银成为避险资产的明星，那么金融危机就是让白银大放异彩的舞台。无论是银行倒闭、经济衰退还是债务危机，白银的表现都堪称硬核。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些历史数据，看看白银是如何在这些危机中崭露头角的。先来看图表6， 2023年硅谷银行 SVB 的财务危机让全球市场都感受到了寒意。当时 SVB 因为利率上升导致债务问题爆发，白银价格在短期内上涨了 23.7%， 从19美元左右涨到了24美元以上。这是因为市场担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投资者涌向白银等避险资产。而且不只是白银，黄金的价格也出现了同步上涨，但白银的涨幅更为明显。这段时间的价格变化充分说明了白银在金融危机中的避险价值。接下来看一下是图表7，这是2007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从次贷问题开始，迅速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恐慌。在危机初期，白银价格上涨了 495%， 从每盎司7美元一路飙升接近50美元，而黄金同期的涨幅为 238%。 这个时期白银表现出超强的避险能力，因为市场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几乎崩塌，而白银作为无对手风险的资产，成为投资者的首选。再来看图表8，这是2010年到2012年的欧债危机。当时希腊、西班牙等国家的债务问题引发了市场对欧元区解体的担忧，白银价格在这段时间内上涨了 122%， 从每盎司20美元涨到了40美元左右。黄金在这段时间也有所上涨，但白银的表现更为抢眼。这是因为欧洲的金融危机让市场对纸币资产失去了信心，而白银这种硬资产提高了更高的安全感。最后看一下图表9，这张图表展示出在金融危机期间白银价格的波动特征。通常来说，白银价格会在危机初期快速上涨，因为避险需求增加。但当经济进入深度衰退后，价格可能会有所回调。然而，一旦央行开始放松货币政策，比如降息或者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白银价格又会迎来一轮新的上涨。这种规律在过去几次金融危机中屡试不爽。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白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不仅仅是避险，而更是一种对政策和市场信号的敏感反应。那么，当危机过后，政策选择受限，利率波动，对白银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第5章，深入探讨一下白银如何在复杂的政策环境中继续闪耀。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政府和央行面临了共同的难题：高额债务。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政策选择变得越来越受限。那么这对白银价格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来看一下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高企的债务，有限的政策选择。根据文章的分析，政府通常有3种选择来降低债务与 GDP 的比例。第一是通过缩紧财政政策减少赤字，第二是通过通胀推高名义 GDP 增长，第三是通过低利率控制借贷成本。然而最常见的方法是选择第二种，制造通胀来稀释债务。这就意味着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货币宽松政策，而这些政策往往对白银价格非常有利。这种局限性直接影响了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毕竟
当政府债务过高的时候，传统货币资产的吸引力就会下降，而像白银这样的硬资产就会变得更加珍贵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对白银价格的直接影响。图表10，这张图表展示了自从1981年以来，美联储的利率周期和白银价格的关系。数据显示，在过去7次货币宽松周期中，白银的平均涨幅是 16.8%。这意味着每当美联储开始降息，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和货币贬值的预期就会推动白银价格上涨。而在加息周期中，白银的表现则稍显逊色，平均涨幅 10.9%。其中一个特例是2004年到2007年的加息周期，当时白银价格竟然涨了 104.6%。这是因为那段时间工业需求特别强劲，加上金融系统出现了问题，推动白银的投资需求。再来看一下图表11，这张图对比了最近2次美联储宽松周期对白银价格的影响。从2007年到2015年的量化宽松期间，白银价格上涨了 57.5%， 而在2019年到2022年的宽松周期中，白银价格也大幅上涨。这2次都说明，当央行通过降息或者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的时候，白银价格通常都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再结合表格2，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宽松还是紧缩周期，白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不错，尤其是在宽松政策下，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一种对应货币政策变化的绝佳工具。展望未来，白银还将有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超级周期中发挥更大的潜力。它的工业需求和供需缺口又将如何推动这一波超级行情呢？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章节，白银的长期超级周期。我们一起走过了白银的历史，探讨了它在危机中的表现。现在是时候展望一下未来了，看一下白银在一个全新的超级周期中如何大放异彩。我们回顾一下白银价格的长期走势，从历史中找出答案。图表12展示了自从1800年以来，经过通胀调整后的白银价格波动。你会发现白银的价格并不是线性上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周期。每个周期可能持续10到20年，甚至更久。这些周期背后往往是全球经济和工业的深刻变革，比如19世纪的美国内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伊朗革命。每一次重大事件都推动白银价格飙升到新的高度。而如今我们正可能处在另外一个超级周期的开端，一个因工业需求增加和供应受限而推动的周期。这次超级周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驱动力来自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白银是太阳能电池板的重要材料，也是电动车和储能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需求的飙升，白银的工业用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与此同时，白银的供应却面临着巨大的瓶颈。更严格的环境法规、更慢的矿产审批，以及某些地区直接禁止采矿，这些都让供应增长举步维艰。供需缺口扩大必然推动价格上涨，而这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机会。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白银价格的超级周期都伴随着剧烈的价格波动，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潜在的巨大回报。如果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新的超级周期的起点，那么未来几年白银可能会经历显著的价格增长。作为投资者，现在正是考虑如何抓住这一波周期性机会的关键时刻了。从地缘政治危机到金融市场的动荡，从政策的局限到长期超级周期，我们可以看到白银是一种独特的资产，
它不仅能够在不确定性中提供避险的保护，还能在绿色能源转型的时代带来长期的增长力。这种双重属性让白银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投资组合既能够稳住风险，又能够抓住未来的成长机会，那么白银绝对值得一看。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可以帮到你，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并且把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我们把白银的价值传给更多的人。好，我们下一期再见。